谢你点开我的视频。今天来介绍一张戈达尔的 DVD， 由之前介绍过的厂牌 ECM 发行。去年分享过2张 ECM 发行的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希腊导演安哲洛普洛斯的电影原声专辑，全部来自希腊作曲家艾莲尼卡兰卓。ECM 一直是我心中音乐厂牌里的 Criterion Collection。ECM 出品的碟片会根据音乐家多元的作品风格，搭配来自世界范围内的摄影师和艺术家的影像封面，其中就包括戈达尔的电影画面。目前 ECM 一共发行了3张有关戈达尔的碟片：1990年的电影《新浪潮》的原声专辑，2001年的电视纪录片《电影史》的原声专辑。我家里有收藏一本中文版的纸质书，一共300多页，其中收录了大部分的影像画面和旁白，更重要的是注释了其中对于电影和文学的引用。这次我想介绍的这张碟非常特别，2006年作为 ECM Cinema 系列发行，该套装的编号为 ECM Cinema 5001。迄今为止，这一系列只出过3张碟片。这张戈达尔和米尔维尔的4部短片套装本身其实是一本精装的纸质书， DVD 碟片隐藏在书封背面的内侧。整本书的一头一尾分别是德国影评人的介绍文章以及英文和法文翻译。整本书的主要内容是这4部电影中戈达尔和米尔维尔的法语念白以及英语翻译，在不同的段落中穿插了4部短片的影像画面，以创作的时间顺序排列，分别为1993年的向萨拉热窝致敬，1999年的老地方，2000年的21世纪的起源，以及2002年的自由与祖国。后面会详细介绍每一部短片的大致内容。这4部短片收录在同一张 DVD 碟片中，画面为4:3画幅 NTSC 色彩模式，音频技术采用杜比数字 5.1 声道，区域码为0，可支持全球各区的播放器。碟片中包含英语和德语字幕。4部短片总时长共85分钟。目前在 ECM 官网和亚马逊上都可以买到全新的版本。这里吐槽一下这个 ECM 的碟片盒子，中间这个塑料3角形的卡扣非常不科学，我只使用过几次，盘中间的塑料圈就裂开了，我当时整个人都要原地裂开了，赶紧找了个盒子做了个封面，把碟收好。感兴趣购买的朋友可以注意一下这个问题。回到这4部影片，由戈达尔和他的妻子米尔维尔共同创作，时间跨越1993年至2002年，也是世纪之交的10年，处于戈达尔电影创作生涯的晚期，后电影史的实验电影阶段。这一阶段的电影多为与妻子米尔维尔的共同创作，最鲜明的特点是其对低保真数码影像和现有材料的应用，以及对电影本身更加彻底的解构。在这一时期的电影创作中，戈达尔不但很少专门拍摄素材，即便是专门拍摄的素材也很少被使用在作品中。以下这段戈达尔描述自己使用现有材料的引言，颇具本雅明都市拾荒者或瓦尔达拾穗者的意味。我使用随处找来的废弃材料，如果我在街上拍摄素材，那对我来说也是引用，毕竟并不是我发明的香榭丽舍大街。同样的，对于旁白、物体以及图像来说也是如此。甚至我为数不多的朋友不再对我说你这段台词太美了，而是问你这段词是从哪儿抄来的，说的好像我绝无可能再想出这些句子了一样。在电影史及其之后的实验电影阶段，戈达尔的作品与其说是电影，不如说是图像、声音与文字的拼贴论文，或被一些研究戈达尔的学术论文称为
感性经验的装配。即便是在政治上最为激进的70年代，即吉加维尔托夫电影小组和3 Image 时期，戈达尔的电影仍然有着虽然破碎却依稀可辨的叙事。而随着科技、物质条件以及全球政治气候的变化，戈达尔开始愈加质疑电影本身，无论是政治宣传还是政治批判电影，从而开始转向一种原电影，以电影批评电影及其所有组成部分，图像、声音以及文本。因为电影或影像也许是2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和娱乐形式。作为一种集体记忆，电影内部呈现的一定是当下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秩序，而电影的外部以及本身更多展现的则是现代人的感知和思考方式，如戈达尔在自己的电影史中所言，一种会思考的形式。这次重读电影史，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段还是他对电影诞生的描述，因为这就是20世纪清晨所发生的一切。技师们决定复制生活，于是人们发明了摄影术和电影。可是道德依然强大，而人们准备剥夺生活的一切，直至其身份。于是人们为这一死亡而穿上丧服，而正是带着丧服的颜色，带着黑色，带着白色，电影诞生了。仿佛在戈达尔的眼中，电影的诞生就是一场葬礼，而100年后，这场葬礼仍在继续，而我们仍伫立在送葬的队伍里。第一部短片向萨拉热窝致敬，制作于1993年。这部时长仅为2分钟的短片，是这4部短片里拍摄时间最早的，创作于南斯拉夫解体后的波黑战争期间。主题当然是谴责塞尔维亚军队的滥杀无辜。虽然影片中出现的并非塞尔维亚的正规军队，但是戈达尔的切入角度却非常不同。文化是规则，艺术是例外。而波黑的这场战争是欧洲文明对活着的艺术的大规模吐露。即使是2分钟的短片，戈达尔在首尾也引用了不同作家的文本。短片的开头引自作家乔治·贝尔纳诺斯的《圣衣会修女对话录》，他也是布列松曾拍摄过的《乡村牧师》的原著作者。短片的结尾则引用路易·阿拉贡的诗集《心碎》。第2部短片《老地方》制作于1999年，是纽约现代美术馆在1999年委托戈达尔制作的艺术史纪录片，片长46分钟，主题为艺术与现实。其中表达了在欧洲，艺术或更准确地说图像，已经从神圣的宗教绘画引发怜悯的受难图景，转变为资本主义市场的信息工具和奇观展示，充斥着对于现实的引导和何为现实的话语。艺术与市场的关系早已被倒错。1999年，最新的雪铁龙汽车被命名为毕加索。而戈达尔和米尔维尔指出，更重要的是，艺术与现实的这层关系虽然看起来是绝对现代或当代的，但其实从古至今向来如此。这部短片中一样有大量的文字和话语引用，其中有文学家保罗·瓦莱里、莫里斯·布朗肖、亨利·詹姆斯、托马斯·曼、亚历山大·普希金以及路易·博尔赫斯，哲学家西蒙尼·波伏娃、保罗·利科和亨利·伯格森。音乐片段来自 Keith Jarrett、Thomas Stanko、肖斯塔科维奇、贝多芬、拉斐尔、库尔塔格和希尔西。第3部《21世纪的起源》制作于2000年，是戛纳电影节于新世纪之初委托戈达尔制作一部回顾过去1个世纪的开幕影片。戈达尔以倒叙历数了20世纪人类史上大大小小的各种战争，充满了对历史进步观的讽刺。其中一些引用文本来自亨利·伯格森和乔治·巴塔耶。第4部《自由与祖国》制作于2002年，是短片集中的最后一部短片，同样是定件，委托方是2002年的瑞士国家博览会。戈达尔和米尔维尔改编了瑞士作家查尔斯·费迪南·拉姆茨1911年的小说《艾梅·帕什》，来自沃州的画家，讲述了一位本地艺术家前往巴黎求学后返乡的故事，并将其自传与戈达尔自己的生活和创作进行了联系。通过精心挑选的戈达尔电影片段与画家生活中的事件相契合，
语言上则涉及当今时代以及戈达尔自身的时代，即萨特、五月风暴、电影，并且呈现了瑞士风貌的影像。一些引用文本来自维特根斯坦和亚里士多德，音乐则来自贝多芬。在之前的节目中，我曾着重介绍过这本在戈达尔去世的第2年从亚马逊买到的书，关于戈达尔和他留下的43个盒子。书里专门有一个章节是戈达尔的一些拼贴画，全部都是小画片和报纸的文字碎片，以及一些照片的拼贴，非常有意思。戈达尔的影像世界对我来说像是一个跨越时间和历史的拼图，每隔一段时间拿出来重看，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和体悟。他用影像作为反抗影像的武器，这一点我觉得和杜尚有点像，用艺术来打破艺术和美的陈规，而戈达尔重组画面、声音和文本，彻底打破影像为观众带来的陷阱，试图让我们在这场100年的葬礼中睁开眼睛，唤醒耳朵，清醒过来。感谢你看到这里，好电影和书一样值得被反复观看。我是小璇儿，我们下期再见。